下面我们看一下如何将 Mixas 模板部署到 Cloudflare 上面。在介绍这个之前呢，我先做2点声明。首先，第一点是不建议编程初学者去搞 Cloudflare 部署，因为它的整个过程会比较复杂，即使你按照我今天的视频的操作成功部署了，你将来可能也会遇到其他的奇奇怪怪的问题，可能不是特别好解决。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编程初学者的话，直接去使用 Vercel 进行部署，也就是按照前面的视频进行部署，或者呢去买一台服务器，然后在上面通过 Docker 部署或者Dogploy 去部署，都会比这个流程要简单，日后遇到问题的话也好解决，真的是会节省你的时间的。第二点声明呢是，这个视频核心是介绍如何将 Mixas 模板部署到 Cloudflare Work 上面。所以关于一些环境变量的配置，这个视频就不再赘述了。这些内容的话，请看那个之前的环境变量的配置，以及其他功能的配置，以及在 Vercel 上面进行部署的那些视频。OK， 下面我们就开始吧。首先我们要确认的是，如果是要将 Mixas 部署到 Cloudflare Work 上面的话，我们需要使用的是 Cloudflare 这个分支，而不是使用 main 分支。这里面就涉及到那个 Mixas 模板的分支模型，它主要有2个核心分支，一个是 main 分支，一个是 Cloudflare 分支。Cloudflare 分支的话就是用来部署到 Cloudflare Work 上面，而 main 分支的话就是其他的平台，比如 Vercel 上面，或者是其他的，或你通过 Docker 部署都是使用 main 分支。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分支的话，就都是一些功能开发分支，放在 DV 的目录下面。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是 Mixas 模板，它的分支，这是2个核心的分支，然后下面都是 DV 的分支。你可以看到，我基本上开发某一个功能的时候，我都会拉一个新的分支。如果是大功能哈，开发大功能都会拉一个新分支，然后进行开发。开发完成了之后呢，我就提一个 PR， 然后测试通过我就合入。OK， 那么接下来第2个问题是说，为什么 Cloudflare 部署的话需要使用一个 Cloudflare 分支，而不能直接使用 main 分支呢？因为这个 Cloudflare 分支是包含了那个 OpenNext.js 的很多的一些配置，这些配置呢都是只针对 Cloudflare 这个特定平台的一些适配，也就是你比如你在 Vercel 上部署的话，这些配置就完全没有必要。这里面出现一个关键词，就是 OpenNext.js。如果不太清楚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OpenNext.js 的这个文档，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都知道 Next.js 呢是 Vercel 开发的一个开源的全站的网站开发的一个框架，但是呢它很多时候都只考虑到了这个 Next.js 的应用如何在 Vercel 上面进行部署，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平台，比如说 AWS 或者 Cloudflare。那么呢所以呢就有了一个 OpenNext.js 的这么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目标呢就是说怎么去把 Next.js 的应用部署到其他的除了 Vercel 以外的其他的平台上。然后其中有一个子项目呢就是 OpenNext.js Cloudflare， 它的目的呢就是说部署到 Cloudflare 的 Work 上面，而不是以前的那个 Pages 上面。然后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原理。它的原理是说它首先还是会根据你 package.json 里面定义好的这个 build 这个脚本去执行那个构建完成之后就产生了 Next.js 的一个构建的一个产物。然后呢这个 OpenNext.js 的 Cloudflare 这个 adapter 适配器就会把这个构建产物呢进行一个转化之后，使得它能够在 Cloudflare Work 上面进行运行。其实这就是它的一个原理。但是呢这个 Cloudflare 这个 Work 上面运行的这个构建部署的这个文件呢有一个大小的一个限制。如果呢你是Cloudflare Work 的一个免费计划的话，它的部署文件的上限呢就是3兆，你不能超过了，超过了的话就要付费，付费的话就是下一个档位就是每个月支付$5。那么这个部署文件的上限呢就可以提升到10兆。Mixas 模板呢目前代码已经是比较大了，默认的话如果你不裁剪的话，默认就已经超过3兆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要
部署到 Cloudflare Work 上面的话，你每个月至少要支付$5。OK， 第4点呢是，有些朋友可能会想，那如果我一开始使用 main 分支部署在 Vercel 上面，等哪天我的网站的流量大了之后，我再迁移到 Cloudflare， 这种方式是否可行？实际上这个方式是可行的。你可以先用 main 分支参考之前的 Vercel 部署的视频，还有一些配置，把它弄上线，然后运行。等一段时间之后流量大了，你现在想要迁移到 Cloudflare， 但是呢这里要用 Cloudflare 分支，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可以参考这一个 PR， 也就是这个 PR。 这个 PR 我是不会合入的，它的作用就是放在这里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Cloudflare 这个分支相对于这个 main 分支做了哪些修改。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大概改了10个文件，所以说你参考这个10个文件的修改，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 main 分支改成跟 Cloudflare 这个分支差不多，然后将来你同步的时候只要同步 Cloudflare 这个分支就可以了。这个迁移的耗时我感觉应该还是比较能接受的，就是可能半天1天这样子应该也是能搞定的。下面我们看一下如何从拉取 Mixas 的源码到部署到 Cloudflare Work 上的这个流程。首先我们是要克隆这个 Mixas 模板仓库的 Cloudflare 分支，不是 main 分支，然后再新建一个 GitHub 仓库，然后把代码 push 到这个新建的这个仓库。首先执行这个命令，假设我们叫 Mixas Cloudflare， OK， 然后切到这个分支，我们可以使用 Cursor 把这个工程给打开，我们可以切到源代码管理，之前有介绍过，推荐大家安装这个 GitLens 这个 VS Code 的插件，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提交记录，以及做一些分支管理。下面我们要给它建立一个 Upstream 的一个远程仓库连接。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除了 Orange 之外，它还有一个 Upstream， 也就是跟那个 Mixas 的模板建立了连接。我们 fetch 一下远程仓库 ，OK。现在你可以看到 Upstream 的话，我们能看到它里面的分支 main 分支、Cloudflare 分支和一些其他的 DEV 的分支，这都是 Mixas 模板的一些分支。然后呢，我们要删除这个 Orange， 因为原始的这个 Orange 实际上也是 Mixas 模板的。然后呢，我们要添加一个新的一个源，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新建一个新的 GitHub 的仓库。我们在 GitHub 这里去新建一个仓库，我们要将这个仓库设置为 private，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设置为 private。 OK， 这边的话我们是有代码的，所以就直接去 push 就可以了。添加一个新的源 orange，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OK， 现在就是绑定了那个 GitHub 上一个 Mixas Cloudflare 的这一个仓库，然后可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分支呢是叫 Cloudflare， 所以我们要执行这个命令，把它的分支名改成 main， 可以看一下现在改成 main 了，然后把这个分支给 push 上去。OK， push 成功了，我们在这边刷新一下，可以了。刚刚我们做的流程实际上就是说，新建了一个 GitHub 的一个仓库，
它有一个分支是 main 分支，然后这个分支呢，目前的代码呢是跟 Makesas 模板的 Cloudflare 那个分支的代码是一样的。将来的话，可以通过先 fetch upstream， 然后执行 git merge upstream Cloudflare， 就可以将原来模板里面的 Cloudflare 分支的一些更新的内容同步到当前的本地分支的这个 main 分支，本地仓库的 main 分支。OK， 那下面的话我们来执行安装依赖。对，安装完了依赖之后，我来安装 Wrangler command line 实际上就是 Cloudflare 提供的一个命令行，这个命令行呢可以帮助你日后执行一些操作。安装好了，然后我们执行 Wrangler login， 这里呢是要登录你的 Cloudflare 的一个账号进行一个绑定。那么日后这个 Wrangler 执行命令的时候呢，就是在你的这个 Cloudflare 的账号下面执行的。这里授权就可以了，然后可以关掉。OK， 这就配置好了。好，前面我们已经拉好了代码，也已经安装好了依赖，下面我们来配置一下本地和远程的数据库，把它们创建好，然后初始化好。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先做一下环境变量这个配置。目前的话，为了方便起见，简化这个视频的演示，我将之前我们那个 Vercel 那个部署的视频 Makesas-video 这个项目当中已经配好的这个点env 文件，把它拷贝过来，复制到这个新的项目当中。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复用之前已经配置好的很多的一些环境变量，比如像 BetaAuth 的环境变量。Resend 还有 Storage 的这些环境变量就都配置好了，我们就不用重复再配置了。OK，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库的创建和初始化。首先，如果我们是使用这个 Cloudflare 这个分支进行本地开发的话，这里边一定需要有一个本地安装有一个 Postgres 的一个数据库。目前来说，这是一个强制的要求。如果后续这个要求有改变的话，我会在文档里面更新。这个要求实际上是 Cloudflare 的 Worker 的一个强制要求，就可能目前它还不支持说在本地的 Cloudflare Worker 的环境当中去连接一个远程的Postgres 的数据库。OK， 那么在本地如何去安装一个 Postgres 的数据库呢？这边在那个数据库的这个文档当中已经列举了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是通过 Docker 进行运行，就是说在你本地机器上运行一个 Docker 容器，这个 Docker 容器里面运行一个 Postgres 的一个数据库的一个服务，它会暴露一个端口，然后这个端口绑定你机器本机的一个端口，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下面这样一个数据库的一个连接的字符串，然后就可以通过连接这个字符串就可以操作这个数据库了。第二种方式的话，就是直接在你的机器上安装一个 Postgres 的一个数据库的一个服务。这边的话，我选择使用这种方式，因为它看起来更简单一些。这边你可以去到那个 Postgres 的那个官网，在它的下载里面，你可以看到不同平台如何下载安装那个 Postgres 的那个方式。这边我是 macOS， 然后点进来呢，发现这里边有一个叫 Postgres 的点 app， 它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macOS 的应用。有它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去安装 Postgres， 然后呢，它会在你的 menu bar 里面显示出一个小图标，也就是我这个小图标，然后我可以点一下，相当于我可以通过它来管理我本地的那个 Postgres 的数据库服务的那些实例。这边我可以新建一个，假设我叫 Makesas Cloudflare
这里配置一个 Postgres 的版本，我保持默认的就行了。然后这边有一个数据存储的一个路径，保持默认就行了。然后有一个端口号，端口号的话，我前面已经有一个是在5432的端口，所以这边我改一个5437是没有用过的，我就用这个。OK， 刚刚我就创建了一个 Postgres 的一个数据库服务的一个实例，那么我可以给它做一些设置，尤其是说，比如给它设置一个密码，默认的话，它会有一个叫 Postgres 的一个账号，然后我给它一个密码，这个密码就叫 Cloudflare 吧。OK， 密码配置好了之后，我就可以把这个服务给启动起来。好，现在是绿色的，那么就这个 Postgres 的这个数据库服务就已经启动好了。本地的 Postgres 的数据库起来了之后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数据库管理的工具去连接这个数据库，看一下效果如何。这边推荐2个应用，一个是 Navicat Premium Lite， 也就是这个 Navicat Premium Lite， 这是一个不开源，但是是可以免费使用的一个轻量的一个数据库管理的一个工具，支持各种不同的数据库的类型。第2个工具呢是 Drizzle Studio Gateway， 也就是这个呢是最近的那个 Drizzle 团队发布的一个产品，叫 Drizzle Studio Gateway。通过它呢，你也可以连接各种不同的数据库的实例，然后就像之前我们视频里面演示过的 Drizzle Studio 一样，去操作数据库。这边我本地已经有安装这个 Navicat Premium Lite， 所以我直接使用 Navicat Premium Lite， 然后去连接一个 Postgres 数据库。给它连接设置一个名字，端口号是37。初始化的这个数据库呢，其实就是 Postgres， 账号呢也是 Postgres， 密码是 Cloudflare。我们测试一下连接，连接成功，点击 OK。本地数据库创建完成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创建一个远程数据库，因为这个是线上那个网站实际使用的这个数据库。这边我推荐使用 Neo， 也就是之前的 Vercel 部署的那些视频当中使用的数据库。下面我们看一下如何进行操作。在 Neo 的 Dashboard 当中点击 Connect， 然后在其中新建一个数据库，叫 Mixas Cloudflare。 OK， 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数据库的一个字符串，我们把它拷贝下来，保存到环境变量当中。OK， 在数据库创建完成了之后呢，我们要对数据库进行一个初始化。在那个数据库文档里面，我们有提到如何对数据库进行初始化，主要就是执行这2个命令，一个是 generate， 一个是 migrate。环境变量当中配置的是远程数据库，所以先对远程数据库进行一个初始化。先执行 generate， 然后再执行 migrate。 OK， 执行完成。我们可以到那个 Neo 的数据库当中去看一下它的表格。OK， 目前 Mixas Cloudflare 这个数据库就有了这些新建的一些表格。然后我们还要对本地的数据库进行一个初始化。这边我们可以先增加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址，这边账号呢是 Postgres， 密码 Cloudflare localhost 54325437，数据库的名称是默认的 Postgres。然后呢，同样的，我们先执行 generate， 然后再执行 migrate。这样的话，本地的这个数据库
就会进行一个初始化，里面呢就会有一些默认的这个表格 OK 了。数据库初始化完成了之后，我们还要对远程数据库执行一个 Hyperdrive 的一个绑定。下面我们看一下如何进行操作。这边还有一个操作是，我们需要将本地的数据库的连接地址配置到 Rango 的配置文件当中，也就是将本地数据库的连接字符串配置到 Rango 的配置文件当中，修改这里 ，OK， 然后再配置 Hyperdrive 的绑定，我们复制这个命令，先把它拷贝到这里。这边的话是那个 Hyperdrive 的一个配置的名字，我们可以给它叫做 Mixas Cloudflare， 可以叫它 Hyperdrive Mixas Cloudflare， 然后后面是 Connection String，Connection String 呢实际上就是你的远程数据库的那个地址，把它拷贝过来，然后就得到这样一条命令，把它复制放到终端执行，然后 Rango 呢就会给你创建好一个 Hyperdrive 的一个配置，最后会给你输出一个结果，里面包含有一个 ID， 这个就是那个 Hyperdrive 的配置的一个 ID， 然后呢我们找到 Rango 的这个 JSON 的配置文件，把这个 ID 给复制上去就可以了。接着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Cloudflare 那边，在 Database 这边有一个 Hyperdrive， 这里面就有我们刚刚生成的这个 Hyperdrive Mixas Cloudflare 的这一个 Hyperdrive 的一个配置。然后我们进到它的设置当中，其中有一个是缓存的一个设置，我们可以先把它的缓存设置给禁用掉，因为这个缓存的设置的话，可能会在那个积分制的一些功能当中引入一些新的问题。如果将来可以开启的话，我会再更新文档通知大家。下面我们看一下如何配置环境变量以及如何进行本地开发。前面呢，我们已经将之前的 Mixas Video 的项目当中的那个环境变量全部拷贝过来了，这样的话可以简化我们当前这个视频的演示。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环境变量需要进行配置的。这边多了一个 dv.was 这个文件，我们要把它复制一份。OK， 里面其实只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配置。这个配置呢，就是说当前 Next.js 的运行环境呢是 dv 的这个运行环境，这个大家不要改就可以了。同时呢，请确保这个环境变量文件的这个命名是.env 文件和.dev.was 这个文件，保持文件命名跟视频一致。至少说这个我的这个流程是能够跑通的，我不确定你如果改了其他的名字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的话，可能会不一样，请参考我这个视频演示进行操作就好了。然后呢，我们可以去修改一下这个 Rango 这个配置里面的这个名字，这里有一个 name， 我们可以给它重命名 Mixas Cloudflare。然后执行这个命令，生成 Cloudflare 相关的一些类型。环境变量都配置好了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如何在本地测试这个网站。首先要明确的是，在本地测试的时候，我们只能使用本地的数据库了，因为本地的 Cloudflare Work 呢是这个环境是不支持连接远程的数据库的。然后本地测试的话有两种情况，你可以执行 pnp run dev 的这个命令，这种情况下呢，就跟我们之前的视频一样，它是以普通的 Node.js 的运行环境去运行这个 Next.js 的这个网站，然后它占用的本机端口呢是3000，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OK 就起来了。Next.js 的应用在本地的话打开就是有点慢，它需要构建完成之后在线上部署的话速度就还可以。这个呢就是 Make.Sass 模板的落地页，就显示没有什么问题。这是第一种测试方式。第二种测试方式呢是执行 npm run preview， 这种方式呢就是以 Cloudflare 的 Work 的这个运行环境去模拟运行，然后它占用的本机端口的话是8787。我们来试一下，先把之前的给停掉。然后呢，我们要先修改一下这个端口号8787，然后执行 npm run preview。preview 命令实际上是先会对这个 Next.js 的应用进行一个构建，构建完成之后，然后再对构建产物进行一个转化，使得它能够在本机的一个模拟的 Cloudflare Work 的这个运行环境上去运行。所以整体的它的那个耗时是会久一些的。OK， 我们打开 localhost 8787，显示也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就是在本机的 Cloudflare Work 的一个模拟环境下面运行的。这两个测试方式的话，除了运行环境不同，占用的端口号不同，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如果你是在用的 preview 的这个命令下运行的话，你修改代码是不会立即生效的，不像之前如果我们修改一下网站的主题就会立即生效，但是呢，你现在修改一下网站的主题，你改为绿色，然后进入到这个8787，不论你刷新多少次，这个代码修改都是不会生效的，你需要重新执行这个 preview 才行，也就是说重新构建，然后再执行 preview 才会生效。所以最佳实现的话就是平时开发的时候去使用 npm run dev 这个命令，因为你改了代码立即就能看到效果。如果你是要测试在 Cloudflare 部署这时候才去执行那个 npm run preview 的这个命令。另外呢，如果你是说正常环境下没有什么问题，然后结果呢线上环境有问题，那么你这种情况下可能也是需要使用这个 run preview 这个命令，然后看一下 Cloudflare 这个 Work 这个环境是什么原因，去复现那个问题，然后看日志，然后去分析。下面我们看一下如何将这个网站部署到 Cloudflare Work 上面。不过呢，在此之前，我们先把刚才的一些修改给它提交到那个 GitHub 仓库上面。Circle 是提供一个 AI 生成提交信息的一个工具，然后我们点击 OK， 刚刚的那个提交就已经 push 了。然后呢，我们要在那个 Cloudflare Work 上面去新建一个 Work 的项目，在这边找到 Compute Workers， 并不是这个 Worker for Platform， 是 Workers， 然后找到 Workers and Pages， 在这下面呢点击 Create， 然后点击 Import 一个仓库，这边选择你自己，然后呢找到刚刚新建的这个项目，然后项目名我们可以加 Make.Sass Cloudflare， 然后呢配置这边的话构建命令留空，这个留空。部署命令的话，使用 npm run deploy。这个可以勾选非 production 的分支，如果提交的话，也可以进行构建。然后它的构建命令也可以用这个命令。然后呢，根目录就使用默认的 API token， 我们不需要设置。build variables， 也就是构建时的一些环境变量，这边的话我们配置一个就行了。我们配置这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网站到时候的一个访问的一个路径。这边的话根据经验的话跟摸索一样，它前面呢是你的这个项目的那个名称 Cloudflare， 然后呢后面呢是你的账号名，然后后面就是 workers.dev， 这个你也可以随便先配置一个，或者是配置成你的那个自定义的那个域名，等到时候构建部署成功了之后呢，你再去绑定自定义的域名就可以了。然后我点击 create and deploy， 然后它就开始构建和部署了。这边耗时会比较长，而且不确定要多久，我这边就直接进入到这个 project 当中。这边可以看得到这个构建正在进行，然后这是那个 Cloudflare Worker 的一些配置，这边 build 这边的配置当中build 环境变量我们就配置了这一个 OK， 然后我们等它构建完成。好，经过7分多钟的等待，然后 Cloudflare 这边的构建和部署已经完成了。最后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地址去访问。OK， 这个主题是绿色的，确实是我们修改的，说明 Cloudflare Worker 上面部署就成功了。我们来看一些其他的页面，价格的页面，文章的页面，这个点击和响应的速度就比较快，跟本地不一样。OK， 然后是登录，因为我们环境变量都没有配置，所以这个登录是肯定会失败的。下面我们看一下如何去配置这个 Worker 运行时的这个环境变量。这边你可能也已经看到了，这边环境变量有2个，一个是构建时的环境变量，我们只配置了那个 URL 就可以了。然后 Worker 的这个环境变量就是 Cloudflare 运行的这个网站时运行时所需要的这个环境变量。它的配置的话有2种方式，第一种呢是手动在那个 Worker 的设置当中去添加这个环境变量，但是由于这个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Settings。然后其中有一个环境变量和密钥，你可以在这里面去添加。但是呢，由于这个 Cloudflare 的这个 dashboard 的这个面板做的非常的不好，体验很差，所以你添加一个再添加另外一个都会比较卡，然后所以你有10几个、20个的环境变量要添加的时候就非常的耗时。另外一个方式呢，比较推荐的就是使用这个 Rango 的这个命令，在本地通过执行这个命令去添加，然后它呢，这个命令就是 Rango secret bulk， 然后后面带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的里面呢会定义很多的环境变量的键值对，我们来演示一下。首先呢，为了跟本地这个区分，我们新建一个环境变量的文件，把它命名为加个后缀点 production。OK， 然后呢，因为是线上环境呢，所以它不能使用这个本地的这个地址，有部分的环境变量就需要做一些修改，比如说这个 Mixas Cloudflare 点 Workers TV 这个是要变的。另外这个数据库的地址也要变成线上的这个数据库的地址，其他的环境变量暂时就不变了。这里面的话，这个支付这里的环境变量是你肯定是要变的，因为你不能用测试环境。目前为了演示，我不会用那个线上环境进行一个演示，大家记住一定要修改就可以了。这样的话，这个文件就已经配了很多的那个环境变量，然后呢，我们可以执行那个命令，批量的将这个环境变量给上传上去。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目前这个环境变量这里是空的。
本地先把它停掉，然后执行这个命令。OK， 从这个日志来看，已经添加了很多的那个环境变量，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一下。它自动刷新显示了非常多的那个刚刚已经添加进来的一些环境变量，而且它是添加为 secret 是密钥的，是加了密的，所以这边的话你是其实看不到这个值是多少的，你除非是把它给重新复写。环境变量更新了之后呢，我们要触发一下，让它能够重新构建。这样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再修改一下主题，我们把主题改成蓝色 blue， update C， 然后提交 OK。正常来说的话 ，Cloudflare 的话就会检测到你有新的提交，然后会重新触发构建。这里的话又要等一段时间。好的，经过8分多钟的那个构建和部署，目前添加了环境变量之后的 MakeSaaS 的这个模板网站就已经部署上线了。我们来看一下效果。OK， 主题颜色变成了蓝色，确实是符合我们预期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册和登录。我们先来注册一下。1、2、3、4、5、6、7。然后我们点击注册。这个地方会调用到那个 Resend 的 API 去发送邮件，所以这里肯定会依赖那个 Resend 的环境变量的。如果成功发送了的话，那就说明环境变量确实是配置成功了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邮件，邮件是在我的另外一个那个邮箱账号里面，这边已经收到了邮件，然后我复制这个链接，然后到这边来打开。OK， 邮箱注册登录就成功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Profile， 这边可以去给它修改一下头像。这边的话会使用到那个 Cloudflare R 的那个数据库文件存储，这边文件上传也成功了，说明那个对应的环境变量配置也是 OK 的。支付的功能我就不测了，那个具体可以看之前的那个Vercel 上面部署的那个视频，因为这里面的需要涉及到 Stripe 的环境变量的配置，并且呢要正确配置 Webhook 的那个地址，这边的话这个域名是没有配置在上面的，以及说社媒的那个登录也不演示了，因为社媒登录也要配置一个那个callback 的一个地址，那个地址也是跟这个域名有关的。OK，前面我们就已经演示了如何在 Cloudflare Work 上面去创建一个 Work 的项目，并且构建部署我们的那个新的 GitHub 的那个仓库的代码。如果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将来没法解决的话，你可以尝试在本地进行构建和部署。也就是说，你可以在本地就执行刚才的那个漫长的那个构建流程。其实那个耗时没准在你本机速度是更快的，比如说4分钟就能构建完成，那么就比 Cloudflare 上面去部署构建，就要那个快一些。如果你偏向于这种的话，你可以执行这个 pnpm run deploy 这个命令，这个我用的比较少，你可以试一下。一般情况下，如果还有就是说，如果你是线上构建失败了，线上构建耗时，你都可以尝试着在你本地进行构建和部署。最后呢，是建议开启 Worker 的这个日志的这个功能，我指的是这里。
有一个 Logs 的这个功能，你一定要去开启。你开启了之后呢的话，它才能够线上的那个实际上就是这个。如果你这里可能 Workers Logs 可能是没有 enable 的，如果没有 enable， 你可以按照这个提示去 enable， 实际上是会要求创建一个 R 的一个存储筒，然后的话它的日记就会存到那个存储筒里面，这边的话就可以对那个日志进行一个检索。推荐是把这个日志的功能给开启，然后你才能看到后台的这个日志，便于你日后去跟踪问题。OK，后面再说4点。第一个呢是前面我们的那个构建的这个环境变量，我们只配置了一个 URL。目前来看，我测试的那些功能当中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不确保将来有没有其他的功能模块是要求构建的这个环境变量里面要配置的，所以不是很确定这个是否足够，但是目前来看配置一个就 OK 了。如果将来遇到了问题的话，我会更新文档，所以请以文档为主。第二点的话就是视频刚开始说的，不建议编程初学者去做那个 Cloudflare 部署。你可以看一下整个这个流程，里面稍有差池的话，你就可能部署不上去，然后会出现各种情况的问题。而且即使你按照我这个文档这个视频进行操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将来你的项目跟我的这个项目不一样，更复杂了，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功能模块在 Cloudflare 上实际上是没法运行的，那你得自行解决。这里面从我之前那个历史经验来看，都是不是特别好解决。所以的话，编程初学者，我建议直接在 Vercel 上进行部署，节省你大量的时间。然后这个视频的话没有介绍到其他环境变量的一些配置，这些配置的话，请观看之前的那个 Vercel 上面部署的那几期的视频。最后呢，如果你按照上面的这个流程，跟我一模一样的这个流程，如果出现了问题的话，可以在 Discord 群跟我交流，也欢迎对这个流程有改进建议的朋友在 Discord 群提出改进的建议。这个流程的话，目前来看，是能跑得通的，也不算是很复杂吧，在本地开发和线上构建部署都还是 OK 的。所以如果有改进意见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提意见，我后续会继续改进。